經常改夜路的司機朋友們都知道，千萬不能在荒郊野嶺的地方隨便停車，否則很容易碰到一些不該進的東西。两个急着趕路的年輕人不知道這個禁忌，一路上都在不停地吃吃喝喝。黑哥在喝下了一大桶飲料後，身體的某個排泄器官很快就傳來了尿急的信號，同伴只能不耐煩地將車子停在路邊，讓他快點解決。沒想到的是，黑哥這邊剛剛開閘放水，身後就傳來了刺耳且急促的汽車喇叭聲。黑哥只認為是同伴等急了，並沒有多想。可等他回去之後，才發現了不對勁，所有車門全部敞開着，車內沒人，但是喇叭卻響個不停。黑哥繞車一周，並沒有看到同伴的身影，卻在後備箱上發現了3道明顯的抓痕，像極了金剛狼留下的痕跡。更加奇怪的是，同伴似乎走得很匆忙，手機都沒有帶走。疑惑之際，外面突然傳來了沉重的腳步聲，但是環顧四周，並沒有看到任何人的影子。突然響起的收音機嚇了男人一跳，還沒等從驚嚇之中回過神來，同伴突然從天而降，僅僅只是說了一句救命，又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提到半空，然後重重摔在了10幾米開外。黑哥急忙下車查看，但同伴早已停止呼吸，變成了一具冰冷的屍體。男人被嚇得臉色發黑，慌忙鑽回車裡準備逃離，卻無意中透過後視鏡看到了一個恐怖的身影，但僅僅是一瞬間又消失不見。黑哥發動車子猛踩地板油，一路疾馳，希望可以盡快遠離這個邪門的地方。豈料還沒等他把氣喘暈，就又一次在前方的路邊看到了那個詭異的身影。男人自我安慰，認定是自己看花了眼，但這份僥倖心理馬上就被現實狠狠撕碎。今天給大家帶來2026最新恐怖電影《鬼上車》。本片改編自美國新澤西州克林頓公路流傳了近100年的幽靈搭車的恐怖傳說。經常跑夜路的老司機都知道這裡的禁忌，深夜途經此地千萬不能隨意停車，否則很容易被遊蕩的孤魂野鬼給盯上。話不多說，點個讚，開始咱們今天的精彩故事。我們的女主凱蒂和她的男友泰勒厭倦了鋼筋叢林中朝九晚五的牛馬生活，他們辭去了穩定的工作，還賣掉了房子，拿出所有積蓄買了一輛奔馳房車，準備橫跨美國開啟無憂無慮的旅居生活。凱蒂提前準備了一部便攜式的全球定位裝置，泰勒則拿出了一條護身符項鏈，項鏈上是聖克里斯托弗的雕像，是希臘神話體系中旅行者們的守護神。不料兩人剛剛將房車到處逼仄的小巷，就差點撞上一輛急速駛來的出租車，這似乎是一種不好的徵兆，但他們早已被即將開啟的旅程沖昏了頭腦，根本沒有把這些細枝末節的事情放在心上。隨着時間的不斷推移，出發時的豪情萬丈很快被消磨殆盡，兩人開始為一些生活瑣事爭論不休，原定的計劃一次次被現實打亂，曾經向往的那份浪漫與自由也早已蕩然無存。尤其是車子停在路邊時，看着對面合家團圓的溫馨畫面，凱蒂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當初的決定是否過於衝動。泰勒注意到女友的情緒變化，趕忙開了一瓶香檳，試圖驅散車廂裡壓抑沉悶的氛圍。男人的巧思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轉瞬間又把凱蒂哄得心花怒放。泰勒趁熱打鐵，拿出提前準備好的戒指向凱蒂求婚。Maddie Breaker, will you marry me? Tyler. 豈料還沒有等來女友的回復， Oh, shit. Neighborhood watch. No camp on the residential streets. You got 60 seconds before I call the cops. All right, we're gone. Sorry. 浪漫的求婚儀式被就此打斷。面對社區巡邏隊的驅趕，兩人只能連夜趕去100公里外的房車營地。眼看男友困得哈欠連天，凱蒂主動接管了方向盤，讓他去後面休息。此時車子恰好駛入了一段偏僻的鄉間小路，凱蒂通過後視鏡發現了一輛開着遠光燈的車子。不料就是這一個走神的功夫，手中把玩的鑽戒不小心掉到了地上，好不容易將其撿起，剛才那台車子已經開到了與他們平行的位置，正是視頻開頭黑哥駕駛的那輛本田汽車。對方狂按喇叭，還朝着凱蒂不停地揮手。 Come on, just go! What's going on? What is wrong with this guy? Slow down.
凱蒂以為對方要超車，主動放慢了速度，對方車輛沒有再繼續糾纏，疾馳而去。本以為兩者不會再有任何的交集，豈料還沒有開出去多遠，凱蒂兩人就又一次看到了對方。車子衝出路基，撞上了路邊的一棵大樹，零件散落一地，慘不忍睹。兩人沒有多想，趕忙撥打了報警電話。就在這時，黑哥從車子裡面探出了半個身子，凱蒂兩人急忙下車查看。Something pulled him back in. 泰勒以為車裡還有其他乘客，小心翼翼走了過去。只見黑哥趴在方向盤上不省人事，並沒有看到其他任何人的存在。Ambulance is on its way, all right? Don't talk. Just try to breathe. Hi, are you okay? Don't come in here, okay, Matt? 下一秒，悲劇發生。安全气囊巨大的衝擊力硬生生折斷了黑哥的脖頸。凱蒂留意到了對方車子上的賽道抓痕，緊接着身後傳來異響，循着聲音看過去，只見不遠處的黑暗中正站着一個模糊的人影，但僅僅是一轉眼的功夫又消失不見。恰在此時，警方趕到了現場，但是一個從車內看向車外的視角告訴我們，分明有什麼東西鑽進了兩人的房車。泰勒讓凱蒂先回車上避雨，自己留在外面配合警方的調查。透過車窗上的倒影，凱蒂很快就察覺到了身後的異樣。Let's go. 恰在此时，泰勒回到了車上，車廂裡的詭異身影隨之消失不見。兩人找了個最近的旅館停車休息。凱蒂查看了房車上的監控錄像，然而視頻畫面總是在車禍發生前莫名中斷，給人一種說不出來的怪異。兩人只當是設備故障，並沒有放在心上，根本沒有想到他們的噩夢也就此拉開了帷幕。第二天早上離開旅館時，兩人震驚地發現，他們的車上也莫名多出來了賽道深深的抓痕。I saw these on the car last night. What do you mean, like you crashed into us? No. I mean, I saw the exact same marks on his car. 凱蒂隱隱感覺到了一絲的不安，但辛娜的男友卻表示這種劃痕十分常見。說完便帶着凱蒂急匆匆離開了旅館。隔壁小鎮正好有個盛大的房車派對，來自天南海北的旅居愛好者聚在一起，分享着各自旅途中發生的奇聞趣事。兩人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活動，無比興奮。凱蒂特意購買了新鮮的水果，準備款待大家。豈料僅僅只是過去了1個小時，蘋果竟然完全腐爛變質了。更加奇怪的是，活動現場有位虔誠的基督教徒留意到凱蒂印堂發黑，邪氣纏身，一直站在不遠處死死地盯着他看。除此以外，凱蒂還發現活動現場的一輛廢棄房車上貼滿了尋人啟事，都是神秘失蹤的旅居愛好者。其中一張簡筆畫引起了凱蒂的注意，火柴人身上的3道斜槓像極了他們車上詭異出現的那3道抓痕。這時一個名叫安娜的女士湊過來搭話，兩人似乎非常投緣。閒聊過程中，凱蒂提到了他們昨晚的遭遇，對方聞言馬上變了臉色，非常嚴肅地警告凱蒂 You stay off the quieter roads, don't drive at night, and if you do, don't stop. I don't want to see you up there next time I'm back. 安娜只是出於好心給出了幾條忠告，但她不知道的是，凱蒂兩人昨天晚上不僅停了車，還因為下車施救招惹上了不乾淨的東西。車上出現的那3道抓痕就是惡靈留下的標誌。雖然泰勒已經找人修好了車上的抓痕，但此舉並沒能將對方徹底驅離。就在當天晚上的篝火晚會現場，凱蒂又一次看到了那個詭異的身影，但僅僅是一瞬間又消失不見。凱蒂雖然心有不安，但並沒有特別在意。時間很快來到了第二天晚上，洗完澡的凱蒂先一步離開了健身房，她一邊聽歌一邊走向房車，差點被急速駛過的垃圾車碾成肉醬。更加奇怪的是，凱蒂明明已經離自己的房車很近了，不經意的一個回頭之後，房車卻轉瞬間又出現在了離自己很遠的地方，仿佛凱蒂始終在原地踏步，無論如何都無法靠近自己的車子。接連2次之後，女人被嚇破了膽，再也不敢回頭，朝着房車衝了過去。上車後，她第一時間打開了監控錄像，逐個畫面檢查周圍的情況，好在是一切正常。這時手機突然收到了一條提醒信息，提示行車記錄儀裡的視頻更新成功。正是之前莫名中斷的那段視頻。凱蒂放慢了速度，逐幀查看，竟然在黑哥的副駕駛上看到了一個慘白的人影，與他那天晚上看到的詭異身影極為相似。
緊接着車廂內的燈光開始不停閃爍，外面還傳來了窸窸窣窣的腳步聲。凱蒂又一次打開了車身周圍的監控，但很快就出現了黑屏的情況。恰在此时傳來了拉動車門的聲音，凱蒂瞬間心頭一緊。女人趕忙撕掉車窗上的遮擋，但是仅憑肉眼根本看不到任何人的存在。凱蒂發信息催促男友趕快回來，隨後扎上安全帶準備駛離這個鬼地方，完全沒有留意到車門悄無聲息裂開了一條縫。Come on! 一双黢黑的鬼手死死掐住了凱蒂的脖子，後視鏡裡隨即倒映出了一個猙獰的鬼臉。女人掙扎着取掉後視鏡當作武器，根本沒有想到上面掛着的那條護身符項鏈竟然誤打誤撞救了自己一命。對方接觸到項鏈的瞬間消失不見，女人也因此僥幸逃過一劫。泰勒趕到後裡裡外外搜了一遍，並沒有找到凱蒂口中所說的鬼影。凱蒂想要調出監控視頻證明自己沒有說謊，卻被告知監控探頭在停車的狀態下只能顯示實時畫面，並沒有錄像功能。凱蒂只能拿出上次的視頻指給男友看，但詭異的是，畫面中的慘白人影卻再次神秘消失，仿佛剛才發生的一切全都是來自於凱蒂的想象或是幻覺。可那條燒焦的護身符項鏈卻真實的擺在眼前，足以證明剛才的一切絕非空想這麼簡單。這件事算是旅行中的一個小插曲。第二天，兩人繼續趕路，中途在服務區休息的時候，凱蒂留意到了一本名為《美國鬧鬼公路指南》的書，裡面有個章節專門介紹了各式各樣的流浪者標記。這裡的流浪者有別於咱們平時所說的流浪漢，而是指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那些居無定所、四處漂泊尋找工作的工人。他們會在牆角或者路標上留下一些簡易的符號，用來傳遞一些生存或者食宿的信息，其中就有凱蒂見過的那個塞道斜線的標記。書中給出的解釋更是讓他不寒而栗，這個標記代表着此處有危險，看到後應當提高警惕，盡快逃離。凱蒂惴惴不安地走出了商店，緊接着就看到了令他脊背發涼的一幕，原本已經修復好的車身上竟然又一次莫名出現了塞到深深的抓痕，再也無心領略沿途的風景。凱蒂上網搜索了與這個標記相關的信息，竟然發現在很多車毀人亡的事故現場都曾出現過這個標記的圖案，而那個塞到斜槓和火柴人組合在一起的標記則代表着遊蕩在公路附近的惡魔，在很多民間傳說中也被稱為鬼乘客。他們會在深夜潛伏在道路周圍，伺機對過往的車輛下手，通過制造幻覺折磨被他盯上的目標，直到玩膩了才會痛下殺手，然後留在原地繼續尋找下一個倒霉蛋。即便已經發生了這麼多的怪事，可心大的泰勒始終毫不在意，一心只想着怎麼哄女友開心，怎麼享受這來之不易的自由時光。他臨時搭建了一個溫馨的露天電影院，抱着凱蒂沉浸在甜蜜的二人世界中無法自拔。本以為這份平和與安寧會一直持續下去，不料他的美夢很快就被現實狠狠擊碎。凱蒂從小在福利院長大，童年更是在各個寄養家庭之間輾轉漂泊。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渴望有一個穩定的生活。泰勒拼命想要逃離的枷鎖，卻是他一輩子都在追尋的東西。The thing you're running away from is the very thing I've been searching for my entire life. I don't love this life. I don't know how long this is sustainable. What is going on right now, Matt? It was fun in the beginning, but I want to stop. 就在两人筹劃接下來該何去何從時，音箱裡突然傳出了滋滋啦啦的噪音，緊接着電力系統出現故障，照明熄滅，但熒幕上的影片卻沒有受到絲毫影響，仍然可以正常播放。更讓兩人毛骨悚然的是，幕布中央隱約透出來一個模糊的鬼影。泰勒壯着膽子走了過去，豈料那道鬼影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迎着男人越靠越近，仿佛下一秒就要衝破幕布撲向兩人。緊接着周圍傳來了快速移動的腳步聲，凱蒂拿起投影儀當作手電筒照向四周。
See anything? No. Oh, hell no. 两人被嚇得趕忙躲回車內，但是顯然惡魔還沒有盡興，把幾噸重的房車搖晃得東倒西歪，折騰了好長時間才肯停手。兩人想趁機離開，卻怎麼也找不到車鑰匙，懷疑是剛才看電影的時候遺落在了外面。泰勒抄起一根棒球棍衝了出去，可是翻遍了每個角落都沒有找到。絕望之際，身後突然傳來了鑰匙相互撞擊的叮當聲。明知道這是惡魔引誘他上鈎的陷阱，但男人還是硬着頭皮循聲走了過去。夜幕下的樹林裡靜得可怕，泰勒幾乎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跳聲。最終他在一根樹枝上發現了房車鑰匙，三步並作兩步來到跟前。兩人再也不敢多做停留，一路疾馳離開了這片樹林，行駛到燈火通明的小鎮才敢停下來稍作休息。親眼見識到了惡魔的恐怖，泰勒終於相信了凱蒂之前說過的話。兩人躲進一家尚未打烊的餐廳商量下一步的對策。凱蒂趁機把近幾天查到的信息告訴給了泰勒，並將所有信息串聯起來，拼湊出了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惡魔最先盯上了黑哥，黑哥發生意外後，兩人下車幫忙，導致惡魔趁機纏上了他們。如果不能盡快將其擺脫，他們的結局將會和黑哥一樣死於非命。泰勒認為惡魔標記的是他們的房車，那麼把車處理掉是不是就可以擺脫厄運了呢？這個提議顯然行不通。根據凱蒂查到的信息，惡魔標記的往往都是人而非他們的車子。凱蒂衝進衛生間洗把臉清醒一下，無意中看到了牆上貼着的一張旅行指南。他忽然想起了在房車聚會中結識的安娜，基於對方當時聽到他們的遭遇時的震驚表現，以及後來好心給出的幾點忠告，凱蒂敏銳地意識到，或許安娜知道擺脫惡魔的方法。她曾經說過要去亞利桑那州拜訪一位老友，正好與兩人的行進方向一致。按照時間推算，1天之內他們就可以追上對方。 Let's go. No. She said not to drive at night. 兩個人一直等到天亮才敢出發，沿着房車愛好者們鍾愛的自駕路線，朝着亞利桑那州飛速行駛。途中他們目睹了一場慘烈的車禍，兩人默契的誰也沒有說話，仿佛一開口就會被惡魔盯上。但該來的總會來。臨近傍晚時分，車子突然爆胎拋錨在了路邊。為了自己和女友的安全，也為了能夠盡快追上安娜，泰勒決定冒險一試，在天色徹底暗下來之前換好輪胎。凱蒂拿着護身符項鏈守在旁邊，時刻警惕着周圍的風吹草動。但是萬萬沒有想到，惡魔的敬業程度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想象。即便天色上有一絲微弱的餘光，惡魔也早早到崗，開始了忙碌的工作。剛剛卸下來的螺栓不翼而飛。 Baby. Yeah. Our boat thinks They were here, right? Anyway. 泰勒鑽到車底下去撿螺栓，就在這時，車後突然傳來了異響。凱蒂小心翼翼走過去查看情況，結果並沒有看到任何人的存在。可等他再次折返回來時，正好看到一隻鬼手慢慢縮回到了車廂裡，女人被嚇得連連後退。泰勒急忙就要抽身出來，不料千斤頂卻在此時快速下降。即便他拼盡了全力往外爬，可最終還是被車子壓住了腿部。趁着尚有一絲可以活動的空間，泰勒強忍着鑽心的疼痛將腿拔了出來。此時的凱蒂早已不知所蹤。男人以最快的速度把輪胎裝好，駕車朝着凱蒂消失的方向追了過去。與此同時，另外一邊的凱蒂醒來後才發現自己被帶到了他們路過的那個車禍現場。還沒等搞清楚眼前的狀況，泰勒及時趕到，將女人緊緊擁進了懷裡。 Oh my God. I lost you, baby. It's okay. It's over. 凱蒂想要逃走已經為時晚矣，惡魔控制着他跪在地上，張開雙臂。恰在此時，泰勒駕駛着房車急速駛來，好在男人反應夠快，猛踩剎車，急打方向盤，最終把車子橫在路中央，與凱蒂擦身而過，避免了悲劇的發生。兩人不敢在此地多做停留，迅速駕車發瘋一般逃離了現場。終於在幾個小時後趕到了安娜落腳的營地。安娜有着20多年的旅居生涯，在圈子裡也算是小有名氣，想要找到她並不算是什麼難事。可當對方聽說他們遇到了傳說中的鬼乘客，
Get back in your van and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now. 周围的人听到鬼乘客也被嚇得四散奔逃。安娜一開始並不打算出手相助，奈何架不住兩人的軟磨硬泡，還是向他們透露了一點信息。被鬼乘客纏上的目標通常活不過1週，但是凡事都有例外。There's a story from a long time ago. There was this trucker who got away. He sought refuge in a church outside of Grand Junction, the St. Christopher Church. So if you can get there, that might be your best hope. 曾經有位卡車司機被鬼乘客纏上，最後躲進聖克里斯托弗教堂，成功擺脫了對方。安娜所說的這座教堂離他們並不算遠，盡快趕到那裡或許還有一線生機。善良的安娜還主動提出給他們帶路，沒想到的是話音剛落，一股突如其來的陰風裹挾着漫天黃沙席捲了整個營地。很顯然惡魔已經近在咫尺，兩人趕忙回到車上準備出發，不料意外再次降臨。 Come on, guys. We gotta drive. 惡魔突然出現在安娜身後，硬生生掰斷了女人的脖子。目睹如此血腥殘忍的一幕，嚇得泰勒一腳油門衝出了營地。他們來到附近加油站商量下一步的對策。沒有了安娜的幫助，剩下的路只能他們自己走了。他們只知道那座教堂位於郊外的沙漠腹地，但是並不知道具體的位置所在。看着女友惶恐不安的樣子，泰勒當即表態，哪怕一條路挨着一條路的去找，也要找到教堂，徹底擺脫惡魔。他們先是給泰勒包紮了腿部的傷口，然後給房車加滿油，避免中途停車。隨後又掰空了商店裡所有的聖克里斯托弗項鏈。一切準備妥當後，兩人在黎明之際再次踏上了新的征程。他們一邊走一邊查閱鬼乘客的資料，但是並沒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線索。網上鋪天蓋地全都是關於他的恐怖傳聞，卻絲毫沒有提及擺脫他的方法。不知時間過去了多久，兩人同時感覺到一陣強烈的困意襲來，竟然在不知不覺中閉上了雙眼。眼前的白晝竟然轉瞬間變成了黑夜。更加沒有想到的是，早上剛剛加滿的油箱也在此時亮起了警示燈。惡魔大費周章阻止兩人繼續向前，恰恰說明他們離那座教堂越來越近。兩人不管不顧，硬着頭皮接着往前開。終於在油箱見底之前看到了一個熟悉的標記。凱蒂根據標記的指引，衝出路基，一頭扎進了無邊無際的荒漠。他認為標記之所以會出現在這裡，一定是上帝在給他們指引方向。就在這時，車上的收音機突然有了動靜。Your sins have led you down a path of condemnation, and hell is the wicked's punishment. Turn, thou sinner, before the sun rises. 這分明又是惡魔在愛中搗鬼。泰勒憤怒地捶壞了收音機，車廂裡終於再次歸於了平靜。很快，他們又在前方發現了另一個指引符號，根據符號的提示繼續深入。一條通往沙漠腹地的蜿蜒小徑赫然映入眼簾。可還沒等兩個人來得及慶幸，幾輛廢棄的卡車攔住了他們的去路。這些車身上都有明顯的3道槓抓痕，應該是之前來此求助的路人留下的。不知道他們最後的結局如何。凱蒂在泰勒的引領下緩慢前行，不知道什麼緣故，泰勒突然停下了腳步，直愣愣地盯着前方。凱蒂見狀趕忙下車查看，卻看到了令他終生難忘的驚悚畫面。面前的草地上密密麻麻躺滿了裹着白布的屍體，縱橫交錯，一眼望不到邊際。泰勒覺得這又是惡魔的詭計，他們看到的全都是幻覺而非現實。凱蒂強壓下內心的恐懼，繼續前行。就在他的心理防線瀕臨崩潰之際， Keep going, baby. 惡魔的力量雖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但是對付兩個肉體凡胎的人類依然綽綽有餘。護身符項鏈接觸不到對方的身體，根本造不成任何實質性的傷害。眼看車子距離教堂越來越近，惡魔先是一個眼神將泰勒甩出車外，繼而轉身朝着駕駛位上的凱蒂慢慢逼近。女人看着逐漸靠近的威脅，突然心生一計。惡魔身上頓時冒出了陣陣白煙，似乎離教堂越近，對他的傷害越大。凱蒂見狀，瞬間就明白了一切。房車頂着惡魔一頭扎進了教堂之中，將對方直接送到了聖克里斯托弗的雕像腳下。
本以為可以就此將其消滅，豈料對方竟然又嘶吼掙扎着爬了起來。凱蒂知道自己不是惡魔的對手，只能借助房車的力量不顧一切地壓制對方。接連幾次之後，雕像轟然倒地，聖人的手杖變成了鋒利的長矛。Happy accident. 被手杖贯穿身体的惡魔快速腐爛溶解，最後被聖洁的熊熊烈焰燒成了一团齑粉，火勢擴散蔓延，引燃了整個教堂。凱蒂被周圍的景象嚇得手足無措，瀕臨絕望之際，泰勒及時趕到，兩人互相攙扶着從火海中逃了出來，緊緊抱在一起，享受着劫後餘生的喜悅。泰勒的旅居生活就此落下帷幕，他現在只想回去老老實實的上班，貸款買房，然後結婚生娃，陪着女友平平淡淡的過完餘生。電影的正片內容到此結束，看到最後忍不住跟大家吐槽幾句。歐美恐怖片裡的大多數惡魔都是徒有虛名，前期吹得天花亂墜無所不能，仿佛沒人能夠與之抗衡，可到頭來只會制造壞覺亂人心智，稍微碰到點宗教聖物就瞬間失去了戰鬥力，給人一種雷聲大雨點小的違和感，這幾乎已經成了驅魔類電影的通病。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可以在評論區留下自己的看法。咱們今天的視頻到此結束，喜歡視頻的朋友們訂閱關注點讚收藏支持一下，我是大嘴，咱們下個電影再見。